传说中的四大僵尸始祖，你知道分别都是谁吗？一位号称旱灾化身，出世之时赤地千里；一位乃是黄帝大将，斩杀亿万神魔；最后一位繁衍力惊人，子子孙孙无穷无尽。而说起这四大僵尸始祖，那就不得不先提到一位上古凶手猴。传说他乃盘古大神的头骨所化，拥有堪称无敌的身躯，没有什么兵器可以摧毁。这只凶神以神龙为食，没有任何魔兽敢招惹。传说当初黄帝和蚩尤大战，震动了三界六道。猴作为古神之一，趁机下凡祸乱人间。女娲娘娘于心不忍，便联合伏羲大神将其诛杀。但猴的实力实在太强，没办法彻底磨灭。于是伏羲利用太极八卦，将其一分为四，变成了四大僵尸始祖。四大始祖第一位旱魃，最初的旱魃乃是黄帝的小女儿，名字叫做女娲，非常的善良，喜欢穿着青衣，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都是9天之上的天女。女娲原本有着幸福的生活，但可惜偶然间喝下用来对付黄帝的毒酒，生了一场大病。按照当时的巫师的说法，女娲无药可救。而在女娲病危的时候，猴的3份魂魄破了女娲和伏羲的封印逃了出来。为了报复女娲，猴的1份魂魄偷偷的潜入女娲的房间内，趁机夺得了女娲的身体。不过因为猴的这份魂魄不完整，所以没有成功，只是融合。融合之后，女娲就发生了异变，变成了浑身青色的怪物。猴的一部分元神和它融合，虽然因此保住性命与灵智，还获得了不可思议的超能力，但这能力可不是什么好的东西。女娲的身体一直释放热量，只要是她经过的地方，大地就会变成焦土，寸草不生，没有任何活物可以承受得住，并且这种能力还没办法控制，始终处于释放的状态，就跟烛龙眼睛一睁一闭便是白天与黑夜的区别一样，属于被动能力。众所周知，旱灾对于人族来说可谓是相当可怕的能力。豺狼虎豹虽然凶狠，但只要人族团结起来，都能一一射杀。可要是种的粮食遭遇大旱，那就真的完犊子了。水火无情，旱涝之灾从大禹开始就是上古人族的死对头。即便黄帝是人族首领，女娲也是没办法留下来，被无情的赶到荒凉的戈壁，永远的孤身一人。这也导致女娲非常的痛恨黄帝。不过换个角度想想，如果女娲不是黄帝的女儿，恐怕早就被诛杀了。上古时代的男人意识可是不少，有屠神灭魔大神通者，黄帝身边何止双使之术，女娲能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其实已经是莫大的幸运了。要是没有这一层背景，指不定就被那个大修士出魔卫道。新生的旱魃可远远没有巅峰时强大。女娲就这么自己一个人生活了几十年，直到黄帝和蚩尤逐鹿中原，蚩尤节节败退，请来强大的风波雨师，他们掀起狂风暴雨，让黄帝的大军没办法出动。一筹莫展之际，想到了女娲，于是黄帝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。女娲毕竟还是渴望亲情的，于是出手轻轻松松驱除狂风暴雨，她也因此名声大噪，被列为四大僵尸始祖，无数小僵尸的终极进化目标。四大僵尸始祖第2位银钩，他乃黄帝手下一员大将，因为在一次与蚩尤交战中未能遵守黄帝指令而兵败。黄帝知道后大怒，派银钩看守黄泉冥海。这地方可不是什么好去处，即便在6道轮回彻底形成，地府十殿阎罗出现的时代，冥界黄泉都是阴暗的象征。这里面除了无穷的黄泉水，就是各种魂魄白骨。要知道银钩可是天神级别的人物，怎么能忍受得了？但他的力量想要反抗，离应龙这些强大天神还是差了点。于是银钩便潜伏下来努力修炼。不料某一日在看守冥海时，恰巧遇到了吼的一缕残魂，对方使劲诱惑他获取古神力量。本就对黄帝不满的银钩，很快便接受与吼合体的建议。2个家伙一拍即合，与吼残魂合体后的银钩接受湿气的滋润，逐渐神力大涨，变得金刚不坏，也逐渐变成了四大僵尸始祖之一。仗着金刚不死之身，银钩卷土重来，和黄帝大战了3天3夜。但银钩虽然此刻前所未有的强大，可不要忘了黄帝是什么存在。人皇，人间的霸主，3界扶手的存在，哪怕是高高在上的天帝来到人间，也得乖乖低头。手持杀戮之宝轩辕剑，黄帝可谓是人间真无敌。在神器的加持下，银钩始终处于下风，最后实在是坚持不住，肉身被轩辕剑毁掉，魂魄携带力量跑路，就这么销声匿迹。四大僵尸始祖第3位后清，和银钩的命运比较类似。在古代神话传说中，后清同样是黄帝麾下的一员大将，跟厉母、大红、应龙等一起随着黄帝东征西战。后清到底战力如何，我们很难推测，但他能跟应龙、大红同殿为臣，想必实力应该不弱。在黄帝跟蚩尤的激战中，后清被风伯飞廉在岐山击杀。那场大战中，蚩尤请来了风伯雨师，搞了一场暴风雨，黄帝的大部队都自顾不暇，被蚩尤部众围困后艰难突围。
另一处战场的后清就更不用说了，根本没有人去管，也因此导致他直接战死。后清死后怨恨皇帝没有支援自己，心中一股怨气久久不灭，飘荡在岐山之上。这时上古神兽吼的一丝魂魄发现了后清的怨念，于是侵入了后清的躯壳。话说这位古神的魂魄可真不值钱，到处找人合体，看来是个天生的乐子人。而后清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僵尸，他变成僵尸后也没干别的事，立刻就去找皇帝报仇，把皇帝部落闹得乱七八糟。但是后清道行不高，比起银钩那是差远了，并且也不知道蛰伏一段时间，实力也没有达到最高峰，本就是死过一次，没有金刚不死之躯，实力在天神里也就那样，变强也是有限度的，毕竟就连侯本人都死翘翘了，他的残魂力量可想而知。后清连值得轩辕剑出手的资格都没有，最后被皇帝麾下的部将联手击杀，死的可谓是无比悲催，算是4大僵尸始祖里最惨的一个。不过他却有一个极其可怕的能力，诅咒。因为死的悲催，所以他诅咒全天下，所以含冤而死的人都可以变成僵尸复仇，这也是僵尸这个种族的开始。前面2位都是没有后代的，而僵尸真正的出现还要看下面这位4大僵尸始祖最后一位江辰。上面3位虽然过得不咋地，但也是天神级别的人物，吸食的都是天地灵气日月精华。可到了江辰这里就不一样，江辰乃是吸血型僵尸的始祖，也是后面那些3蹦子的真正老祖宗。江辰不是吼的残魂，他是吼的躯体，因为魂飞魄散变得没有灵智。传说很久之前，后曾经向昊天要了一根巨大的神树树枝，在后被封印之后，神树树枝接触到吼的躯壳，居然慢慢的融入吼的体内，成为新的生命体，占据吼的身体，孕育无数年，有了基本的意识。这个形象跟后世的僵尸基本温和，都是原主人凉凉重新复活后没有什么智慧，也因此不入6道轮回，是天生跳出3界不在5行的存在，遭到天地厌恶。如果有修行中人将其超度，便会得到天地嘉奖。4大僵尸始祖中，只有江辰是吸血僵尸，因此我们嘴里说的僵尸都是江辰的后代。江辰是吼的躯体变化所成，无魂无魄，所以江辰的后代均是没有魂魄，并且继承江辰的吸血特性，也始终所记述。江辰与其他3名僵尸始祖基本都是在人族初期便已经出现，所以僵尸的终极进化目标便是这4大始祖，而4大始祖的进化方向自然就是上古神兽吼了。只不过这个种族被天道不喜，无论是道士还是和尚都喜欢降妖除魔，进化的道路可谓是无比的艰难，基本上都是一些魔道中人拿来练功，所以命运还是蛮悲催的。那么对于这4大僵尸始祖，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？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